为了跟白月光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青梅竹马的丈夫假装破产，希望我主动提出离婚。后来我如他所愿，他却发了疯似的跪在我家门口，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端着酒从1号包厢门口路过的时候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：林旺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许青瓷真相？不会演的自己都当真了吧？我脚步一顿，透过虚掩的门望进去，正好看到林旺一身高定西装坐在包厢中央，而他旁边是他的白月光陈之义，还有几个以前跟他玩得好的兄弟。自从3个月前林氏破产后，林旺说跟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，以后不会再来往，我就没再见过这些人。可现在他们坐在一起喝酒，神色间的熟忍和过去别无二致。我端着盘子的手不自觉收紧，心里涌上一阵不安的感觉，脚像是定在了原地一般，完全无法挪开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包厢里有短暂的沉默，随即林旺轻蔑嘲讽的声音传出来：就这几天我也演腻了，没想到都骗他破产了，他还不肯离婚，跟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一样，恶心死了。包厢里传出一阵笑声，我的心也猛地沉了下去。林氏破产是假的。包厢里的调笑声还在继续，有人说我这几个月为了帮林旺还债，每天都打3份工，要是我知道他假装破产只是想让我自己提出离婚，到时候我的表情一定会很好笑。还有人猜测我是不是知道他没破产，不然不可能在知晓他欠了上百亿的情况下还不肯离开。有人顺势说我可能还幻想着林旺能够东山再起，最近努力打工不过是做戏，估计坚持不了几天了。他们开始打赌我还能坚持多久，后面再说什么我没再听下去。麻木地把酒送给客人后，我跟经理辞了职。经理的神色有些不满，毕竟今天是我第3天上班，这是我第4份兼职，还没让林旺知道。之前我打3份工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太辛苦了，让我不用那么辛苦，他也会努力挣钱还债。我怕他担心，就没打算告诉他，也幸好没告诉他，否则今天我也不会知道真相，更不会知道他原来已经厌恶我到这个地步，还能想出用破产这个办法来逼我主动提离婚。看到我每天小心翼翼的把兼职的钱放进存钱罐的时候，他一定心里嘲笑我蠢吧。我也觉得自己蠢，竟然相信了他破产了，竟然想努力挣钱帮他还债，竟然还妄想陪他过一生。离开酒吧后，我直接回了出租屋。自从他说自己破产后，我就用自己身上仅剩的几千现金租了个单间。我跟林旺也算是青梅竹马，我父母跟他父母关系好，两家也是邻居，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们都是一个班。长辈们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，总是会拿我们开玩笑，说给我们定了娃娃亲。很小的时候我就认为我长大后是要嫁给他的，而他也一直对我很好，至少在陈之义出现之前是好的。他第一次打架是为了我，第一次逃学是为了我，第一次顶撞长辈也是为了我。那时候他看我的眼睛永远是带着光的。我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他说我是他未来的媳妇，别人欺负我就是欺负他。我又气又羞，说才不要嫁给他，因为他高考发挥失常，我们大学没在一个学校。去报到那天，在机场他抱住我，狠狠地警告我不准爱上别人，等大学毕业后我们就结婚。我做到了，大学拒绝了所有向我示好的男生，可是他却在大学里爱上了陈之义。我们慢慢变成2条平行线，再也没有任何交集。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会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以后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，然后擦肩而过。可我大4那年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我父母的性命，我没有能力支撑起公司，为了不让我父母留下的公司被亲戚夺走，林爷爷做主让林旺跟我结婚。一开始林旺死活不同意，我知道他心里有别人，也不想嫁给他。后来不知道他跟陈之义发生了什么，两人分手了。那段时间他天天喝酒，每次回到家都会被林爷爷用鞭子抽一顿，在床上躺几天，伤好了之后又继续去喝酒。有一次他喝醉了，酒保把电话打到了我这儿，让我去接人。从此后他每次喝醉酒保就会给我打电话。后来有一次他醉得厉害，把我认成了陈之义。那天我大伯来家里闹，我心情不好，也喝了点酒，没控制住自己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不知道怎么被林爷爷知道了，他逼着我林旺领证，林旺当时破罐破摔就同意了。而我想着他跟陈之义不可能了，我们就相敬如宾的过一辈子也好。婚后林旺对我虽然好，但看过他对陈之义那么热烈的感情，自然清楚他对我更多的是责任。我不知道他跟陈之义是什么时候重新联系上的，我只是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来逼我离婚。其实他只要跟我说清楚，我不会纠缠他的。我就算再爱他，也没有爱到不要自尊。恬不知耻地缠着他，晚上12点多林旺才回来，他身上已经换了出门前的 T 恤牛仔裤，是我在批发市场40块钱买的。他以前穿的不是私人定制就是高定，这种地摊货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他眼前。这3个月让他过这种苦日子，也真是为难他了。见我没睡，他有些意外，怎么还没睡？在等我吗？我刚做完兼职回来，正好带了夜宵，
你要不要吃点？我神色淡淡的看着他，想从他眼里找到哪怕一丝心虚，然而没有，他很平静。我很想问问他，不惜骗了我3个月，好玩吗？但问也没有丝毫意义。他打开泡沫饭盒，熟练的拆开一次性筷子递给我，炒河粉的香味在逼仄的出租屋里蔓延。我垂眸看着他捏着筷子的手，眨了眨眼，把涌上心头的苦涩压下去。我说，林旺，我们离婚吧。林旺手里的筷子掉在了地上，脸上的笑容也随之凝固。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露出难以置信和茫然的表情，他本就厌恶我至极，我提出离婚，他不是应该觉得解脱吗？现在又做出这副样子，给谁看？他问我，是不是因为他破产，所以我不想再跟他过这种苦日子了？看着他眼里的受伤，我有些想笑，眼眶却不自觉红了。明明是他假装破产，想逼我自己提出离婚，现在我成全他，他还要倒打一耙，觉得我嫌他穷。我冷笑一声，林旺，你不觉得现在的你很恶心吗？我从没想到，以前那个牵着我的手说我们一辈子不分开的人，现在会变成这样。他喜欢陈之毅没关系，他想跟我离婚，和他在一起也没关系，可他不应该用这么下作的手段来逼我主动提出离婚，好让他毫无负担地走向陈之毅。他瞳孔猛地一缩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神色愤怒，仿佛一头暴怒的狮子。许青瓷，当初我破产的时候，是你说无论以后日子多艰难，都会陪我走下去。现在不过3个月，你就露出原本的真面目，还嫌我恶心。我甩开他，后退几步，冷冷看着他。我是说过，但事实是你并没有破产，故意在我面前装破产，也只是想逼我当这个恶人，主动提出离婚，好让你心里那点愧疚感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是吗？这样算计我的你，难道不恶心吗？林旺脸色一沉，张了张口，似乎想辩解什么，最终只是沉默。他这张脸，我以前看着只觉心动，如今却不想再多看一眼。你今晚就搬出去，明早9点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你。林家的资产，我不会要1分，我只要我爸妈给我留下的许氏。见林旺沉默着没有说话，我也没有多少耐心，直接联系了陈之毅过来接人，让他顺便带一套西服过来。陈之毅是个聪明人，自然清楚我联系他就是跟林旺摊牌了，半个小时不到就赶过来了。看着他光鲜亮丽，浑身上下都是名牌，连装衣服的手提袋都是 LV 的，我更觉得这3个月每天打几份工的自己实在可笑，心里也更厌恶林旺。他对陈之毅多好啊，如果不是靠他，陈之毅恐怕就是一天打10份工都买不起这一身衣服和手里拎着的那个几百万的包。我看向林旺，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声音不颤抖。你现在身上那套衣服是我买的，换了衣服就走吧。说完，我转身出了出租屋。很快陈之毅也走了出来，林旺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所以才想出这个办法，希望你能主动离婚，我们的本意不是想伤害你。我转头看向他，视线在他洁白无瑕的手上划过，神色嘲讽地笑了笑，把满是伤痕和老茧的手递到他眼前。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怎么说得出不想伤害我这几个字的。这就是你说不想伤害我吗？这3个月我每天睡4个小时，除了睡觉不是在打工就是在去打工的路上，为了省2块钱的公交车费，距离5公里的2个兼职，我每天都是走路来回。一开始脚上都是水泡，我忍着痛挑破，足足过了半个月，脚上长了一层老茧，才没再长过水泡。如今这些付出都成了一场笑话。自始至终，林旺和陈之毅他们都在背后看我笑话，赌我什么时候会撑不下去离开他。可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对他的爱有一天会变成他用来伤害我的利器。陈之毅咬了咬下唇，垂眸道：徐小姐，对不起，但我跟林旺是真爱。我再也压抑不住心里的怒意，冷冷看着他。真爱？你是不是觉得你们做的这些恶心事，打着真爱的幌子就会显得格外高尚？你要是能光明正大的承认你们就是卑劣的想逼我自动离开，或许我还会高看你一眼。陈之毅皱了皱眉，正想反驳我，目光突然看向我身后，他的神色突然变得无比委屈，双眸中也泛起泪光。徐小姐，她误会了我们，你快跟她解释，我们一开始不是想伤害她。林旺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身姿挺拔，气质金贵，跟之前穿着几10块廉价 T 恤牛仔裤的男人相去甚远，这才是他应该有的样子，我却只觉得陌生。他走到陈之毅面前，挡住我的视线。这件事是我的决定，跟之毅没有关系，你要怪就怪我吧。看着他护着陈之毅，生怕我对他做什么的模样，我的心像是被一根线猛地勒紧，撕扯的生疼。看吧，对待他在乎的人，他向来不会让别人伤害半分，而我早就被他排除在外了。这样也好，起码我不会再对他心生期待，也不用在现在过去那些美好的回忆中无法自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：我是该怪你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我抬起手往他脸上甩了一巴掌，因为太过用力，我的手微微发麻，林旺原本白皙的脸上也涌现出一个巴掌印。陈之毅神色紧张地拉住他，看向我的目光也充满愤怒。我揉了揉发麻的手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林旺。你欺骗了我3个月，我给你一巴掌就算扯平了。陈之毅怒视着我，许青瓷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？从来没有人敢对林旺动手。我神色淡淡地看着他，那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也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耍我。
以前我爸妈还在的时候，我被宠得无法无天，周围的人都知道我性子骄纵，很少有人跑到我面前找个痛快。后来他们车祸去世，我这些年收敛了很多，但也不是没脾气。陈之义皱了皱眉，正要说话，林旺拉住了他。昏暗的路灯下，他的神色晦暗不明。之义，别说了，本来就是我对不起他，这一巴掌也是我应得的，走吧。陈之义不甘心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，跟着林旺离开了。我转身回到出租屋，连夜把所有跟林旺有关的东西都清理出来，扔进垃圾桶，留着太晦气了。扔完垃圾已经是早上6点多，天空已经泛起鱼肚白。我索性没睡，直接拿了身份证、户口本和结婚证去了民政局门口等着。上午8点，林旺准时到门口，我也不想跟他废话，直接转身进了民政局。离婚的过程很顺利，除了我爸妈留下的公司，林旺还多给了我几千万和2套别墅，我收下了，转头捐给基金会，也算做好事了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走出民政局，正要打车离开，他突然叫住我，之前骗你的事，对不起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态度诚恳，神色间带着歉意。我没什么表情，不用道歉，昨晚我打你的时候，我们就两清了。他眉头蹙了蹙，似乎要说点什么，突然眸光一顿。我顺着他的目光低头，发现手上还戴着他送的银戒指。这枚戒指是在我把我们的婚戒卖掉抵债后，他在一个夜市小摊上花52买的。我嫌浪费钱不想要，但他坚持买下，神色认真地说以后一定会把离婚戒换回来。我当时好像还感动哭了。后来我把这个戒指视若珍宝，每晚睡前都会仔细擦拭一番。那时候他一定在心里嘲笑我蠢吧。现在想想，我也确实蠢得可怜，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。我垂眸取下戒指，随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。别误会，昨晚收拾东西的时候忘记扔了。他嘴唇动了动，神情有些晦涩。我皱眉，见他欲言又止，觉得莫名其妙的。跟我离婚了，他不是应该如释重负，去找陈之义庆祝吗？怎么搞的，好像谁欠了他几百万一样。没再搭理他，我正准备拦个车离开，突然一辆红色的兰博基尼停在了我面前。车里蒋星辰脸上都是高兴。许青瓷，恭喜脱离苦海，二婚可以考虑考虑我。林旺脸色难看，冷冷看着他道：蒋星辰，开玩笑也要有个度。蒋星辰从小学开始就跟我们一个班，我们几人本来也是好朋友，但他跟林旺初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闹翻了，成了死对头，一直互相看对方不顺眼。这些年他跟林旺在商场上总是互相作对，今天你抢我客户，明天我爆你黑料，你来我往，针锋相对，大有斗个你死我活的架势。我跟他基本上没什么交集，他怎么会知道我跟林旺离婚的事？没等我想明白，蒋星辰就继续道：林旺，我是不是在开玩笑，你很清楚。说完，他直接下车，走到我面前。许青瓷，虽然说这话有些太快了，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去领证。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有些无语。蒋大少，我很忙，没空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把戏。他把户口本递到我面前，神色颇为认真地道：谁跟你说我是玩把戏了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，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。我皱了皱眉，很怀疑他话的真实性。他要是说为了恶心林旺，我可能还会相信，但他说初中开始就喜欢我了，我是半点没看出来。林旺的情绪变得激动，直接给了蒋星辰一拳，两人很快扭打起来。我劝了几句，没劝住，也懒得再搭理，直接打了个车离开，反正也闹不出人命。而且光天化日的两个大男人在民政局门口大打出手，我站在旁边的话，感觉也怪丢人的。我直接去了公司，这几年都是林旺代为管理，我对公司的事情基本就没再插手过。现在才明白，靠别人终究还是不如靠自己来的实在。接管公司后，我先找了个职业经理代为打理，然后找了个金融老师开始学习怎么管理公司，日子比从前充实多了。如果蒋星辰没有来纠缠我的话，我觉得我的生活应该会更快乐一些。自从我跟林旺离婚之后，蒋星辰就经常来公司楼下堵我，有时候是约我吃饭，有时候就是送个礼物送个花之类的就离开了。被他纠缠了半个月，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终于在他又一次来送礼物的时候拦住了他。蒋星辰，我们谈谈。他挑了挑眉，好啊，谈恋爱吗？我抬眸看向他，我神色认真地道：你以后不要再来给我送礼物了，就算你初中的时候真的喜欢过我，但现在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也变了很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喜欢的不是我，而是一种感觉？你喜欢的是过去的我，但现在我已经不是初中时候那个女生了，你明白吗？蒋星辰皱了皱眉，随后点点头，我明白，但无论是以前的你，还是现在的你，我都喜欢，我很确定我想跟你过一辈子，除了你谁都不行。他眼里满是真挚，我愣了一下，他是真的喜欢我，但再真挚的感情都经不起时间的消磨。以前林旺也用这样的眼神看过我，最后还不是轻易就爱上了另一个女人。就算你真的喜欢我，我们也……我话还没说完，蒋星辰就打断了我。许青瓷，我知道你现在还没从上一段失败的感情走出来，所以我愿意等。如果你害怕我像林旺一样算计你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资产都转到你名下，
如果我背叛了你，你可以随时让我净身出户。见他似乎真的有这个打算，我连忙拒绝，不用了，我跟你明说了吧，我不喜欢你，现在对我来说，管理好我爸妈留下来的公司最重要，感情我暂时不考虑。蒋星辰点点头，我知道，我也说了我会等你，我只希望如果你打算谈恋爱了，我可以成为第一个备选。而且管理公司的话，你与其靠别人，不如让我来帮你。对上他充满温柔和爱意的目光，我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拒绝的话。沉默许久后，我还是跟他说，希望他以后能减少来我公司找我的频率，毕竟这已经开始影响到我正常的生活。蒋星辰同意了，自那天起确实没天天来找我，但他却在微信上开始给我报备他的行程。会议无聊，想见我；出差了，A 是下雨了想我，回来给我带特产；想我想到失眠，诸如此类的消息多得几乎数不清。我从一开始的无语到现在的当作没看见，也就花了3天时间。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被人夺舍了，毕竟在我的印象中，蒋星辰是一个沉稳心机深沉的男人，他的性格根本就没办法跟微信上给我发那些消息的形象联系在一起。不过除了天天给我发消息之外，我管理公司后好几次差点踩坑，他都帮了我。渐渐的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缓和，似乎回到了初中他跟林旺闹翻之前的时候。只是我还是没打算跟他在一起，毕竟爱情的苦吃过一次就算了。再次见到林旺是1个月之后，林爷爷知道了我们离婚的事，当场被气进了医院，逼不得已之下，他联系了我。林旺虽然混蛋，但林爷爷一直对我很好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过去。到达病房门口的时候，林旺和陈之义都在，陈之义双眸通红，看起来像是刚哭过，林旺在一旁安慰他。我敲了敲门，知道是我后，林爷爷才让我进病房。从他口中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林旺跟陈之义逛街，正好被林爷爷撞见了。他以为林旺出轨了，当街骂陈之义是个小三不知廉耻。林旺见不得陈之义受委屈，说了我们离婚的事。见林爷爷情绪还有些激动，我连忙安抚他，直到他情绪完全稳定了，我才起身准备离开。走之前，林爷爷问我，丫头，你们离婚的事真的跟那个女人没有关系吗？看着林爷爷心疼的目光，那一瞬间我觉得很委屈，甚至有把一切都告诉他的冲动，但我不能这么做。林爷爷心脏不好，他又最疼林旺这个孙子，要是知道真相，怕是会很伤心，说不定身体会撑不住。而且我们之间已经过去了，何必再翻出来让林爷爷再受一次伤害？我笑着点点头，他跟陈小姐是我们离婚后才在一起的。林爷爷，你就算想让我继续当您的孙媳妇，也不能把陈小姐假想成破坏我们婚姻的人。我跟她有缘无分，而且我现在也有新的男朋友了，等时机成熟，我就把他带来给您看。林爷爷看着我良久，最终还是叹了一口气，罢了，是那个小子没福气。走出病房，林旺低声跟我说了一声谢谢。刚才我跟林爷爷在病房里说的话，他应该是都听到了。我冷着脸，不用跟我道谢，我没把真相说出来，只是不想林爷爷再受刺激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林旺点了点头，眼底闪烁着别样的情绪。我知道你谈恋爱了。我皱了皱眉，这是我是隐私，似乎没必要告诉你。他又跟我道歉。我没再看他，林爷爷现在情绪也稳定了，我公司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自那天后，林旺和陈之义就开始高调恋爱，再也没有藏着掖着。我不想关注他们，但两人经常出现在娱乐新闻头条，连带我公司的人也跟着讨论。陈之义喜欢郁金香，他花上千万从荷兰空运上万只回来，铺满整个餐厅，只为给出差回来的他一个惊喜。陈之义追星，那个明星生日那天他买下全城所有的广告屏给对方庆生，只为博他一笑。陈之义身体不好，他徒步爬上喜马拉雅山山巅，在石头上刻下他的名字，只为给他祈福。听到这些，我并不感到意外。他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必定是全心全意倾尽全力的，就像年少时他会冒着大雨捧着一束刚摘下的玫瑰敲开我的窗户，会带我去看深夜漫天繁星的夜空，被皑皑白雪覆盖的雪山，海底绚丽的几乎不真实的世界。少年的爱热烈而真挚，却也短暂，燃尽后只剩一地灰烬，风一吹便散了。发现林旺的车停在我家楼下，是一个偶然的雨夜。我被雷声吵醒，想起客厅的窗户没关，去关窗的时候，正好一道闪电闪过，我也看到了楼下停着那辆黑色卡宴，认出是林旺的车，我皱了皱眉，没管。关好窗户后就去睡觉了。然而接下来我却发现，每周他几乎有3、4天晚上车子停在我家楼下，1、2次还能说是意外，这么多次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是故意的。他现在已经毫无阻碍地跟陈之义在一起了，半夜跑到我家楼下发什么癫？我对着那辆车拍了个照片，找了圈内的朋友让他把照片发给陈之义。没过多久，楼下那辆车就离开了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林旺的车都没再出现在我家楼下。我本以为这件事结束了，没想到陈之义却突然找到了我。许小姐，本来我是不应该来找你的，但我考虑了很久，还是觉得需要替林旺解释一下，他来找你是想请你去看看林爷爷，但因为之前的事，他一直对你心有愧疚。我皱眉打断他，林爷爷怎么了？陈之义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，这段时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半个月前就住院了，医生说估计最多还有1个月左右。
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林旺正在给林爷爷喂饭，才一段时间没见，林爷爷就精瘦了许多，精神也大不如前。我心里一沉，眼前也渐渐模糊。自从我爸妈去世后，对我最好的就是林爷爷，但跟林旺离婚后，为了避免跟他见面，我基本没去看过他，甚至连他生病住院的事都是别人告诉我的。我哽咽着走到他面前，喊他。林爷爷费力地抬手想要帮我擦眼泪，你这丫头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我摇了摇头，伸手去擦眼泪，却越擦越多。想到他就只剩下1个月的生命，我的眼泪就止不住。林爷爷一巴掌拍在林旺头上，没好气地道：是不是你个臭小子又做什么惹青子生气了？不然他能哭成这样？我本以为林旺会反驳，没想到他抬眸看了我一眼，眼里情绪复杂。我垂下眸，硬生生将眼泪逼回去，看向林爷爷。林爷爷，他没有惹我生气，我就是好久没看到你了，想你了。说着，我的眼泪又差点忍不住。林爷爷不住安抚我，在病床边坐下，看着林爷爷消瘦的模样，心里的难过怎么都压抑不住。等林爷爷吃完饭睡下之后，我跟林旺走出病房，安静的走廊里，我冷冷看着他，压低声音开口：为什么林爷爷生病的事不告诉我？林旺脸色晦暗，垂下眸看着我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想再麻烦你。闻言，我火气往上窜了几分，你这样做不觉得自私吗？林爷爷也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跟你是离婚了，但你跟别人，我分得很清楚，我不会因为你而迁怒别人。林旺抿了抿唇，看着我没再说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冷静下来，神色淡漠地道：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我也一样，但林爷爷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打算以后每天都来陪他一会，你安排一下时间吧。虽然我已经不爱林旺了，但我也做不到看他跟陈之意在我面前晃，而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他突然说我没有不想看到你，对于他这句似是而非的话，我忍不住皱眉，随你，反正我希望我来看林爷爷的时候，你跟陈之意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林旺沉默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你要来看爷爷的时候，给我发个消息，我会安排好时间。我把林旺从黑名单里拉出来，接下来每天除了去看林爷爷的时候提前给他发消息之外，我们就没有任何交集。1个月后某天，我推着林爷爷在住院部楼下的花园里散步的时候，他突然开口说有话想跟我说。我走到林爷爷面前蹲下，笑得有些勉强。这1个月以来，他从来没有用这种郑重的语气跟我说过话。林爷爷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丫头，我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，这1个月你天天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心里升起一抹慌乱，我忍不住咬了咬下唇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林爷爷，您别这么说，你的身体一定能好起来的。林爷爷摇了摇头，脸上都是淡然。我自己的身体我清楚，活了这么大的岁数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尽管你不说，我也很清楚是林旺他对不起你，所以我一直不肯接受那个女人，你跟林旺没有缘分，但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孙女，也希望你能有个好的归宿。他从兜里拿出一张银行卡递到我面前，柔声道：这个就当是我给你的嫁妆，我应该是没办法看你出嫁了。眼前一片模糊，我摇了摇头，我不能要。但林爷爷坚持推到我手里，乖，收下，这是我这个老人家的一点心意，你要是不收，我就生气了。在林爷爷的坚持下，我还是把卡收下了。林爷爷脸上终于露出笑容，似乎是了结了一桩心事一般，额头的皱纹都舒展开了。夜里11点15分，林爷爷安详地走了。他离去的那一刻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亲人也离开了。我应该很难过的，但却像是失去了所有的情绪一般，只是麻木地站在一旁，仿佛一切都与我无关。葬礼那天，蒋星辰陪我一起去。遗像上，林爷爷笑得一脸慈祥，一如从前我去林家找林旺的时候。但我知道再也回不去了。林旺一身黑衣，神色憔悴，眼底一片青黑，看起来像是好几天没睡。陈之意站在他身边，不时扶他一下，以防他突然摔倒。葬礼结束后，我消沉了一段时间，整天除了工作，什么都不想做。直到1个月后某一天，蒋星辰跑到我家把我拉起来，脸上都是怒意。许青瓷，林爷爷已经过世了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你到底还要消沉到什么时候？他不会想看到你这个样子。我苦笑了一下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是没办法接受。他抓住我的双肩，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道：没有人能接受亲人突然离去，但却不得不接受，因为还要继续往前走。我推开他，什么都不想说。他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我却做什么都提不起劲。他对我那么好，我却因为林旺连他也疏远了。那段时间他老人家该多难过啊！但他却从来没找过我，也不让林旺找我。最后弥留之际，还特意给我留了一笔遗产。可我是怎么做的？我明明有时间多陪陪他，但我却没有这么做。越想我就觉得越难过，眼泪也不断从双眼中涌出。蒋星辰将我拉入怀中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柔声道：许青瓷，哭吧，哭过就好了。亲人的离去需要用1辈子的时间去释怀，但你得明白，没有人能陪你1辈子。
我抓住他的衬衫嚎啕大哭。我知道他们不可能陪我一辈子，我难过的是，每次我都总是失去后才珍惜，可是却永远都来不及了。在蒋星辰怀里哭了很久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压抑的心情缓解了很多，情绪也没有之前那么低落了。他陪了我一下午，见我情绪逐渐稳定，终于放下心来。是不是哭出来后就没那么难过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还是很难过。不过我知道，我真的要走出来了，因为你说的对，林爷爷不会想看到我这个样子。蒋星辰看着我的双眸中充满鼓励和温柔，你愿意走出来就行。感受到他看我的目光，我的脸不自觉有些热，心跳也有失衡的迹象。我连忙别开头，正想着要说点什么，突然我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一下，真是丢脸。蒋星辰愣了愣，随即低声道：“你在沙发上休息一会，我给你做点吃的。”他做饭的速度很快，不到半个小时就端上了2菜1汤，而且色香味俱全，跟我之前想的黑暗料理完全不一样。洗完手，我在椅子上坐下，看向他道：“没想到你做饭手艺这么好。”他给我盛了一碗饭，脸上带着笑容：“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大学的时候出国留过3年学，外面的东西太难吃了，只能自己做吃的，渐渐的就会做饭了。”我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，只是那时候因为林旺，我跟他已经很久没联系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他已经出国半年了。吃完饭，我起身拦住他收拾碗筷的动作：“我自己来就行，今天已经麻烦你很多了。”“怎么好意思让你洗碗？”蒋星辰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我们家基本都是我跟我爸洗碗，你要是觉得在沙发上休息不好意思，给我泡一杯咖啡吧，我看到你有咖啡机。”确实有咖啡机，但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。我点点头，我先把咖啡机清洗一下。蒋星辰大包大揽，坚决不肯让我干一点活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我只能去磨咖啡豆，从罐子里把咖啡豆拿出来。研磨的时候，咖啡的香味溢了出来，我也有点想喝咖啡了。做好2杯咖啡的时候，蒋星辰正好把最后一个碗饭放在碗架上，回头看到我端着2杯咖啡，他笑着道：“我早就闻到咖啡的香味了。”将其中1杯递给他，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，很久没自己做咖啡了，可能不太好喝。他接过抿了一口，脸色突然变得严肃，我有些尴尬，是不是真的很难喝？要不还是倒掉吧。伸手想把他手里的咖啡接过来倒掉，没想到他却将咖啡拿远了一些，一脸认真地道：“你这个手艺，真的不考虑开一家咖啡馆吗？”看到他眼里促狭的笑意，我才反应过来刚才被他耍了。我没好气地看着他：“你刚才脸色那么难看，我还以为很难喝呢。”他笑得开心：“我就是想逗逗你无聊。”我端着咖啡快步朝客厅走去，嘴角却不自觉勾起一抹笑。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这么放松地跟一个人相处过了，这种感觉还真是不赖。经过这件事后，之后1个月，我跟蒋星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。我以为我永远不会再对哪个男人心动，但最近我却发现那颗沉寂的心又隐隐有跳动的迹象。再次跟林旺见面是我生日那天。那天蒋星辰在能俯瞰整个城市夜景的西餐厅定了位置，约我一起吃晚饭。我们这段时间感情渐渐升温，两人之间就差捅破那层窗户纸。我隐隐觉得今晚他可能会表白，因此仔细打扮了一番。果然，吃完晚餐，他让我闭上眼。等我再睁眼时，他站在我面前，手里捧着一束花和一个漂亮的盒子。许青瓷，本来我打算过段时间再跟你告白，但我等不及了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成为你的男朋友？我知道你曾经受过伤，也怕再次受伤，但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错的是那个不爱你的男人，不是爱情。我希望能让你再次感受到这世间的美好，希望你能再次拥有爱人的能力。就算你不答应也没关系，我会继续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愿意走向我。他漆黑的双眸紧紧盯着我，眼里都是认真，仿佛有万千星辰。他的话让我眼前渐渐模糊，心里也感动得一塌糊涂。这段时间他对我的珍惜我能感受到，或许我真的该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我正要点头，突然林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，猛地一拳砸在蒋星辰脸上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两人就扭打在一起。两人打得很激烈，很快旁边的桌子都被掀翻了，两人脸上身上也都挂了彩。不远处的陈之义似乎也被这一幕给吓到了，脸色难看的愣在原地。好在餐厅的工作人员很快就赶到，把两人分开。我赶紧走到蒋星辰面前，紧张地问他有没有受伤。蒋星辰摇了摇头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冷冷看着对面的林旺：“林旺，你要发疯就去精神病院发，而且今晚的事情我会报警。”林旺冷笑了一声，以为我会怕。蒋星辰，我警告过你，让你离许青瓷远一点。这话听得我眉头紧皱，转头看向林旺，冷冷道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？我跟你早就离婚了，现在就是2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，难道非要看到我过得不好，你才会开心？”林旺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着急地开口：“许青瓷，我只是不希望你受伤。你知不知道蒋星辰在国外的时候，谈过10几个女朋友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他谈过100个也跟你没关系，而且伤害我最深的人不是你吗？他脸色变了变，张了张口，似乎想说什么。旁边的陈之义突然拽住他的袖子。林旺转头看到他，
脸色变了变，最终却什么都没说。我也懒得再看这两人，直接带着蒋星辰去医院。处理完伤口，蒋星辰突然看着我开口：“许青瓷，我准备报警给他个教训。如果你对他还……”我打断他：“我对他早就没有感情了，你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。”报警后，很快林旺跟陈之义就到了警局。林旺脸上的伤已经处理过，他脸色阴沉，被警察带去做笔录。最终，这件事以林旺赔偿蒋星辰50万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结束。他出来的时候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紧紧盯着我，怪瘆人的。蒋星辰上前一步挡在我面前：“林总，你盯我女朋友看，似乎不太好吧？”林旺重复了“女朋友”3个字，他的声音似乎从冰水中浸过一遍，带着彻骨的寒意。蒋星辰轻笑了一声：“对啊，刚才来警局的路上，他刚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林总有什么不满吗？”林旺笃定地说：“他不可能爱上你。”我听着，心里却忍不住涌上一阵怒火，从蒋星辰身后走出来：“林旺，你又不是我，怎么知道不可能？”林旺看着我，眼中闪过自信：“除了我，你不可能爱上别人。”我冷笑：“事实是，我已经爱上他了，而且我还没那么卑微，会一直爱着一个践踏我感情的人。”说完，我就拉着蒋星辰离开。把我送回家后，蒋星辰就回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一抹修长的身影站在我家门口。我被吓了一跳，定睛一看，发现是林旺，忍不住皱眉。他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烟雾缭绕间模糊了神色，周身散发着颓丧的气息。林旺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大清早的守在我家门口，立刻离开，否则我马上报警。或许是我的脸色太过冰冷，林旺的神色似乎有些受伤。他掐灭了烟，朝我走了2步，见我神色戒备，又顿住了。许青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不知道除了这里还能去哪。他苦涩的神情让我觉得可笑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跟陈之义已经订婚了，再过不久你们就要结婚了。你一直以来的愿望达成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林旺苦笑了一声，我也以为跟之义在一起会开心，可跟他在一起后，我脑海中却时常浮现出我们在一起的场景。我冷冷打断他，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想着陈之义，跟陈之义在一起后你又想着我？我看他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陈之义，只是习惯性的怀念前任。想到我竟然爱了这样一个渣男那么多年，我就忍不住生理性反胃，他怎么能这么恶心？林旺看着我，眼里都是后悔。许青瓷，爷爷过世后，我才知道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我对之义不过是一时兴起，我贪恋他的热情奔放，所以才会跟你错过。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打断他的故作深情。我不管你是一时兴起还是什么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带着你自以为是的感情滚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我曾经也想跟他在一起一辈子，可是他一次次让我失望绝望，那种感觉太痛了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一次。而且早在知道他为了跟我离婚假装破产的一刻，我对他的感情就化为灰烬了。林旺没有动，嘴唇嗫嚅着，过了好几秒才低声开口：“许青瓷，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，跟你在出租屋住在一起那几个月，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时光。”我抬手扇了他一巴掌。如果他不提起这件事，我可能还不会打他，但他怎么能无耻到这个地步？他到底知不知道那段时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你觉得那段时间最开心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一天打3份工，连2块钱的公交车都舍不得坐，每天走路往返每个打工的地方，是什么感觉？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是最黑暗痛苦的时光，不是因为我每天不是在打工，就是在打工的路上，而是我用真心对你，可你却把我的真心丢在地上践踏。如果可以，我真希望能回到高中毕业那天，你跟我说让我等你的时候，这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拒绝。林旺眼里闪过心疼和后悔，双眸猩红地看着我。许青瓷，对不起，我确实很混蛋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别不要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他此刻懊悔的模样，是我曾经想看到的，但如今我心里却已经没有丝毫波动，因为我已经不在意他了，他对我造成的那些伤害也不可能挽回，还不如放过自己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林旺，不是我不要你，是你先不要我的，我只是已经受够了总是在原地等你，仅此而已。你要是再纠缠我，我现在就给陈之义打电话。林旺苦笑着看着我，我现在在意的是你。话音刚落，他身后就传来一道嘲讽的声音，我的女朋友似乎轮不到你来在乎，而且你刚才说的话我已经录音了，要是闹大了，对你和你的公司没有丝毫好处。林旺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，回头看向蒋星辰，蒋星辰，你根本不配跟许青瓷在一起。蒋星辰没搭理他，直接走到我旁边搂住我，冷笑着道，我不配谁配？你吗？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有个未婚妻，你这种男人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就活该单身一辈子才对。林旺连忙道，我可以跟之义接触婚约，我爱的人是许青瓷。蒋星辰脸上带着嘲讽的笑，搂住我肩膀的手却不自觉收紧。那你应该问问青瓷喜不喜欢你。霎时间，2个男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。我皱了皱眉，看向林旺，他眼里都是期待和小心翼翼，可惜就像当初我爱他的时候一样，他如今的期待也只能落空。林旺，我真的不爱你了，
一点也不，你也不要再来打扰我现在的生活了。林旺失魂落魄地离开了。蒋星辰松开我，神色严肃地道：你怎么能随便给别的男人开门？万一他图谋不轨，你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见他脸色有些阴沉，我连忙开口辩解：不是，我不知道他在外面，而且我跟林旺认识那么久，他应该不至于做出伤害我的事。以后开门的时候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。不行，我给你装个可视门铃。蒋星辰是个行动派，上午刚说要给我装可视门铃，傍晚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装上了。他向我邀功，怎么样？你男朋友做事是不是很快？我点点头，确实快，而且这个可视门铃很好用，直接就能看到外面的全景。紧接着他得寸进尺问道，不过我觉得还是不够安全，要不我搬过来跟你一起住保护你。看到他跃跃欲试的神色，我白了他一眼，你这算盘打的月球都能听到。他耸肩，开玩笑的，我打算把你对面的房子买下来，到时候搬到你对面，这样你有什么事我也能及时赶到。不过还没找到对面房子的业主，等找到了应该就能买下来。知道蒋星辰的打算后，我就时常留意对面房子有没有人过来住，还问了小区的物业，但物业以不能泄露业主的隐私为由，拒绝告知我对面房子主人的信息。半个月后，我终于知道对面房子的主人是谁，然而却是一个我没想到的人，是林旺。知道他是在我搬到这里来不久后买下对面的房子，我只觉得烦。他难道觉得自己现在的行为显得很深情吗？一边跟陈志毅订婚，一边又跑到我面前恶心我，他是不是觉得我没脾气啊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让人把林旺在我家对面买房子的事情透露给陈之毅。我不信这样他还能坐得住。果然，陈之毅很快就找上了我。许小姐，你对面的房子确实是林旺买下来的，但这代表不了什么。当时他买这个房子是作为我们的婚房，我们并不知道你住在对面。毕竟谁买房子会去问自己对面的邻居是谁呢？对吧？后来他爷爷生病，他想让你去看他爷爷，让人查了你现在的住址，我们才知道你买了我们婚房对面的房子。然后这个房子就搁置了。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，里面完全没有装修。我神色淡漠地看着他，不用了，我并不好奇，只是想提醒陈小姐看好自己的未婚夫。陈志毅脸上勾起一个笑，你放心，我们感情很好。我忍不住戳破他脸上虚假的自信，是吗？那陈小姐不如看看这个。我把之前林旺在我家门口站了一夜的监控录像的截图放在他面前，陈志毅的脸色骤然变得无比难看。我如愿看到他变幻的脸色，淡声开口，陈小姐，你跟林旺之间怎么样？我没兴趣，只希望他以后不要再跑到我家门口来，否则我只能报警。陈之毅没说话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我拿起手机起身离开，至于陈之毅怎么去跟林旺闹，那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跟林旺虽然离婚了，但圈子里认识的朋友有不少重合，所以有些场合还是没办法避免见面。在我把监控录像给陈之毅看1个星期后，我跟蒋星辰在圈里好友组的一个局上遇到了陈之毅和林旺。看到我，陈之毅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挽住林旺的手都不自觉收紧。我看在眼里，不觉有些唏嘘。跟林旺结婚那几年，我每次看到陈之毅也是这么草木皆兵。看到我跟蒋星辰手牵着手，众人开始起哄他抱得美人归。周围人见我们在一起，善意祝福的居多。这时有人突然开口，当初他跟我说他喜欢许青瓷的时候，我当时劝他算了，毕竟许青瓷当时的目光只追随着林旺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这么多年竟然真给他追到许青瓷了。这话一出，顿时周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4个身上。林旺跟陈之毅脸色都难看极了。蒋星辰搂着我，笑着开口，是啊，多亏他给了我这个机会。周围的人都跟着笑起来，气氛似乎恢复了之前的融洽。很快，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我本来对这种游戏没什么兴趣，但所有人都参加，我一个人坐在旁边看着也没意思。一开始我运气不错，经常躲过一劫。没过多久，酒瓶转到了林旺面前。林旺沉默了几秒，选了真心话。那人问他在场的人里有没有无法忘怀的人。林旺的目光突然往我这边看了一下，我皱了皱眉，忍住骂他的冲动。他承认了。那人接着追问，那个无法忘怀的人是不是陈之毅？林旺神色淡漠，这是第2个问题了。酒瓶继续转动，没想到下一轮就倒霉的停在了我面前。果然遇到林旺就没好事。这帮人玩大冒险都非常出格，果断选择了真心话。那人问我对前任还有没有感情，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话明显就是在找事。我瞥了他一眼，我都有新男友了，你说呢？谁家好人会去怀念一个渣男前任啊？蒋星辰笑着道，青瓷现在喜欢的是我，下次别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了。话音刚落，突然角落里传来一声惊呼，众人闻声看去，才发现林旺不知道什么时候把酒杯捏碎了，玻璃渣子嵌进他手里，一片血肉模糊，还有鲜血在不断往下滴。陈之毅想给他清理，却被他一把推开。他像是感觉不到痛一样，看都不看自己受伤的手一眼，只是盯着我。许青瓷，你刚才说的话是在撒谎吧？他双眸中含着期待，我也不知道他在期待什么，
期待我被他伤害的那么深后，还要继续犯贱的喜欢他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他，林旺，我选择的是真心话，我没必要骗人。要是我对他还有感情，就不会同意跟蒋星辰在一起，毕竟这对蒋星辰来说不公平。他猛然拔高的声音说不可能，把众人给吓了一跳。旁边有人起身劝他，却被林旺一个冷眼劝退。他起身朝我走来，双眸中都是受伤和难过，仿佛被抛弃的那个人是他一样。蒋星辰挡在我面前，林旺，许青瓷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你未婚妻在那边，要发疯找她发去。见他想对蒋星辰动手，我神色愤怒地站起身，冷冷看着他。林旺，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？林旺一脸受伤地看着我，双眸通红，像是要哭出来。许青瓷，你是我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你怎么能喜欢上别人？我嗤笑一声，你都能爱上陈之意，我就不行吗？还是说在你眼里，我就应该一辈子只爱你一个？林旺连忙摇头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也喜欢你啊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跟之意解除婚约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他神色卑微，我心里却没有丝毫波动。无论你跟陈之意怎么样，我都不可能重新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说完，我直接拉着蒋星辰离开。本来我不想跟他当众撕破脸的，但他实在是太过无耻了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。接下来的局，只要有林旺和陈之意在，我统统拒绝。后来他们喊林旺的时候就不找我，叫我去的时候就不喊林旺，我们也没再见面。本来我以为我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没想到他竟然开始对付蒋星辰的公司。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，直到蒋星辰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，我察觉到不对去查了一下，这才知道林旺一直在打压蒋星辰的公司。而且他不是正常的打压，完全就是伤敌1000自损800那种恶性竞争。再这么下去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。我感觉他是真的疯了，以前林爷爷还在，他还能收敛一点，现在就完全像个疯狗，逮谁咬谁。本来我不想管这件事，但看着蒋星辰越来越忙，而且外界也开始传出一些他的公司要破产的消息，我还是决定去找林旺一趟。时隔半年，再次踏进他的办公室，我心里一片平静。看到我，林旺看起来很高兴，立刻让秘书去准备我喜欢的零食水果。青瓷，快坐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在沙发上坐下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付蒋星辰的公司了，这样对你们都没有好处。两家公司原本有不少合作，最近被林旺这么一折腾，现在几乎已经断绝合作，还成了仇人。林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冷声开口，你是为了蒋星辰来的？我点头承认。他开出条件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就放过他。想到林爷爷，我按耐住火气，好言劝他，林旺，继续对付蒋星辰，你的公司也会破产，林氏是林爷爷一手创立的，要是他知道毁在你手里，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。提起林爷爷，林旺神色松动了几分，我正要继续劝，他突然抬眸看向我。爷爷去世之前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在一起。如果不是林爷爷临终之前给我那张银行卡，又对我说了那些话，我说不定真的会被林旺给骗了。林旺，就算你用林爷爷的临终遗愿来骗我，我也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早就不爱你了。他的神色变得激动，不爱？你怎么可能不爱我？你答应过要等我一辈子的。他起身，似乎要朝我走来，我连忙起身后退，想跟他拉开距离。可我这个动作似乎激怒了他，他飞快朝我走来。我朝办公室门口跑去，手刚碰到门把手，就被他从后面抱住。疯子！我浑身都在颤抖，深吸一口气，让自己平静下来。现在已经没空去后悔今天来找他了，我得想办法自救。他自顾自在我耳边说着，青瓷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就放过蒋星辰，回我身边不好吗？我会对你好的，把之前欠你的成百上千倍的补偿你。我咬了咬牙，在心里把林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面上却还是不得不安抚他。林旺，我保证不会跑，你先放开我，我也有一些话想对你说。林旺松开了我，漆黑的双眸却紧紧盯着我，根本不给我任何逃脱的机会。我回到沙发上，思索着要怎么离开这里。林旺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，青瓷，你也不用想着怎么逃跑，我不会放你离开的。本来我打算等蒋星辰的公司破产后再把你抓回来，但现在你自己主动送上门，我就不会让你再离开我身边。我将心底的疑惑问出了口，林旺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呢？如果他真的爱我，就不会在大学的时候爱上陈之意，为了陈之意要死要活。后来我们阴差阳错结婚，我以为能挽回他的心，可后来陈之意回到他身边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跟我离婚。他的神色变得阴冷可怕，青瓷，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在一起一辈子的，不是我不肯放过你，是你喜欢上了别人，想逃离我了。我摇头看着他，如果我不是跟蒋星辰在一起了，而是继续纠缠你，你现在肯定厌恶我到极致，你不是喜欢我，是受不了一直追在你身后的人突然有一天离开，你的自尊心不允许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摇头否认。我浑身都开始紧绷，看着他的目光也带着戒备，不自觉捏紧身后手里紧紧攥着的修眉刀。要是他敢对我做什么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他再度开口，青瓷，假装破产那3个月，我才明白你对我的爱，我也渐渐爱上了你。只是那时候我没发现，现在我知道自己爱的是你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。
他眼里都是期待，可我只要想到以后每天醒来都要看到他这张脸，就没来由的厌恶。是的，我对他的感情已经从以前的喜欢变成厌恶，厌恶到这辈子都不想看到这张脸。好聚好散不好吗？非要在把我伤得那么深之后，又来装深情，让我跟他在一起。我问他打算拿陈之意怎么办，林旺的神色猛地僵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：是我对不起他，我会补偿他。我冷笑一声，林旺，你真是自私自利，又恶心到了极点。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，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那样我宁愿去死。林旺不敢置信地抬头看着我，整个人像是雕塑一样僵在原地。我猛地推开他，飞快朝门口跑去。距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，办公室的门突然猛地被撞开，蒋星辰神色冰冷站在门口。我愣了一下，下一秒直接被他拽到了身后。林旺追出来，看到蒋星辰后目光冰冷，蒋星辰，不想你公司破产的话，就立刻让开。蒋星辰冷笑了一声，林旺，你以为你能威胁到我吗？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公司，现在根本就不怕你。林旺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死死盯着蒋星辰，眼里都是冷意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许青瓷抢回来。蒋星辰握住我的手，抢？你把许青瓷当成什么？一件物品吗？林旺不耐烦跟他争执，关你什么事？蒋星辰冷声道，她是我女朋友，你说关我什么事？就在两人即将冲上去扭打在一起的时候，陈之意颤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林旺，你不是跟我说会好好跟我和宝宝过日子吗？许青瓷跟蒋星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听到宝宝两个字，我回头看向陈之意，她怀孕了。此刻她脸色苍白，看着林旺的目光充满失望。林旺神色苦涩，但却没有辩解什么。陈之意眼中含泪，既然你真的这么放不下许青瓷，我成全你，我会把孩子打掉。说完，他转身快步离开。林旺脸色一变，飞快朝陈之意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叫了蒋星辰一声，他没理我，脸色阴沉，显然非常生气。我叹了口气，你别生气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劝他不要再对付你的公司了。看到你那么辛苦，我心疼。蒋星辰深吸一口气，声音带着怒意，你是不是蠢？明知道他对你图谋不轨，你还来找他，万一今天我没有及时赶到，你怎么办？我来林氏的路上就给蒋星辰发了个消息。我冲他笑，我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？而且我相信你能保护我。蒋星辰气呼呼威胁我，下次再敢这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回到车上后，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找到了新的合作商。他点了点头，当然，你不相信我的实力，我当然相信，只要能度过这次公司的难关就行。第二天早上，陈之意突然找到我，他神色颓废，脸色苍白，和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大相径庭。许青瓷，我输给你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对于他现在的结局，我没有丝毫同情，也不想去嘲讽。我从来没想过要赢你，我只是赌他会忘记你。最后赌输了，他苦笑了一下，无论如何都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也打算离开他了。我看向他小腹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？他垂眸低声道。我准备打掉，他没有阻止，说会给我一笔钱补偿我。闻言我心里一沉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见我脸色难看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你应该也猜到了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。不过我跟孩子无论如何也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是小心点。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不爱我，我也不会离开他，但他现在要用林氏去对付蒋氏，一旦输了，林氏就会破产。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不过如此。陈之意看着我，神色淡淡地道，你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如果他爱我，就算是吃苦我也愿意陪他，但他不爱我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过苦日子？思索了片刻，我就理解了。对于陈之意来说，现在拿钱离开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搬去蒋星辰家里，毕竟我一个人住确实不安全，万一林旺在我睡觉的时候潜入我家，我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发现我的焦虑，蒋星辰搂着我跟我说，一切就快结束了，他不会让林旺有机会伤害我。我虽然搬到蒋星辰家，但还是能从监控里看到我家门口的情况。林旺果然去找我了，他在我家门口等了一夜，没等到我这才离开。我连公司都不敢去，整天待在蒋星辰家里。直到半个月后，蒋星辰过来跟我说林氏破产了，林旺也不会再来纠缠我了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林旺想搞垮蒋氏，结果他之前不顾一切跟蒋氏闹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许多股东，加上林氏的股价一直在跌，许多股东把手里的股份给卖了。然而林旺还是一意孤行要对付蒋氏，最终导致林氏资金链断裂破产。知道这件事后，我一阵唏嘘的同时又有些担心，他不会东山再起吧？蒋星辰肯定道，不会，他被之前一个竞争对手打断了腿，后半辈子都只能靠轮椅生活，而且我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。听完我并不觉得同情，只觉得他活该。当时我跟他离婚后，他明明好好跟陈之意在一起，就不会发生后来这些事，可他偏偏贪心不足，把公司和自己的人生都搭了进去。思索片刻，我找出之前林爷爷留给我的那张银行卡，递给蒋星辰。这是林爷爷临终前留给我的钱，说是给我的嫁妆，但我一直没想好应该怎么办。这笔钱每个月打一笔给林旺让他生活。蒋星辰点头应了。我没再关注林旺，以前他假装破产想要跟我离婚，现在是真的破产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我当时的感受。
不过也不重要了，它只是我人生中翻篇的那一页，再也不会对我以后的人生有任何影响。我会跟我爱的人好好的走下去。自从有记忆开始，我跟许青瓷就认识了。小时候的许青瓷像个奶团子，看见她的人都喜欢，我也喜欢。妈妈说，她给我和许青瓷定了娃娃亲，长大后我们是要结婚的，让我好好保护她，不能欺负她，让她难过。我问妈妈，结婚是什么？她说，结婚就是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。后来我们一起读小学，认识了一个新朋友蒋星辰，我们三个一起上下学，每天从家里带各种好吃的一起分享，成了小学里有名的铁三角。我希望我们三个一辈子都这么要好。但初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蒋星辰喜欢许青瓷，那一刻我心里没有来的慌张。蒋星辰性格比我好，长得又不差，许青瓷好多次说过蒋星辰比我好多了。以前我没放在心上，但要是他也喜欢蒋星辰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开始有意无意的对他做一些暧昧的举动，发现他会脸红，确认他喜欢我，我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下一步就是想办法跟蒋星辰闹翻。许青瓷理所当然的选择了我，三个人又变成了两个人，但我并不觉得难过，因为他又属于我一个人了。高考结束，我发挥失利，不能跟他上一个大学。去报到那天，我在机场抱住他，恶狠狠地警告他不许喜欢别的男人。他做到了，然而我却食言了。在大学里，我遇到了家境贫困但性格坚韧倔强的陈之毅，他跟许青瓷完全不是一个类型。许青瓷就像是养在温室里的花朵，娇滴滴的受不了一点风吹雨打，而陈之毅就是生长在悬崖边的野花，倔强的扎根，肆意的绽放，让人既心疼又欣赏。发现自己对陈之毅有好感后，我也曾试图逃避过，但却失败了，最终还是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他。我不知道怎么告诉许青瓷我爱上别人的事，但他是多么敏感的人，很快就发现了。他渐渐不再找我，跟我保持距离。一开始我还会心虚愧疚，但跟陈之毅在一起的兴奋冲淡了这些情绪。跟陈之毅在一起那段时间，我完全把许青瓷抛到脑后。如果不是大学毕业那次我们闹分手的话，我想我可能真的会跟陈之毅结婚。那时候陈之毅不知道我家里有钱，我劝他跟我回苏市，但他却坚持要去北城工作，我们吵得很凶。他一气之下提了分手，然后就直接买了车票，偷偷去了北城。我知道后很生气，但也想挽回我们的感情，就买了车票，打算去找他。临上车的时候，却接到爷爷的电话，说许青瓷的父母发生车祸，双双去世。我改签车票回了苏市。许青瓷那段时间状态很差，我没办法丢下他去找陈之毅。而等许青瓷走出来后，我却看到陈之毅发了个朋友圈，他对面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下面他的室友问他是不是开始了新恋情，他也大方承认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只是见我没去哄他，又拉不下脸，所以故意发了这么一条朋友圈。等我去质问他的时候，再告诉我是故意气我的。但一切就是这么阴差阳错，我没有去问他，我们之间也就这么错过了。我消沉了一段时间，经常喝醉，许青瓷每次都来接我。其实我们的第一次，我知道是他，我只是没办法接受自己不喜欢陈之毅了，所以才说认错了人。后来爷爷以此逼我跟他结婚，我心里不满，但又想反正跟陈之毅都不可能了，跟许青瓷结婚也不错，至少他能开心。我把戒指给他戴上的那一刻，他双眸泛红，我想他应该是幸福的。婚后我们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有时候我也会制造一些小惊喜。看到他脸上的惊喜，我觉得这样似乎也不错。直到陈之毅出现，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跟别人在一起过，一直在等我，但我没去找他，所以只好他来找我。知道他辞了北城的高薪工作，回到苏市准备跟我在一起，我心里是感动的，但我也没有瞒他我跟许青瓷结婚的事。他一开始很伤心，大哭一场后准备离开。送他上飞机的时候，最后一刻我还是没忍住抱住他，让他不要走。他留了下来，可我却不知道怎么跟许青瓷提离婚。我不想伤害他，但我也做不到辜负陈之毅。想了很久，我想出假装破产，然后让许青瓷自己提出跟我离婚，这样我就不用觉得对不起他了。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，许青瓷竟然硬生生陪我吃了3个月的苦。看到他每天早出晚归，累得回到家洗澡的时候都能睡着，我又感动又心疼。好几次想告诉他真相，但话到嘴边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我察觉到自己做错了，但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补救，只能继续错下去。没想到许青瓷突然就发现了，他也如我所愿提出离婚，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离婚后，我试图不再想他，但跟陈之毅相处的过程中，我眼前却总是浮现出他的笑脸。我想我大概是疯了。后来他跟蒋星辰在一起了，我几乎要疯掉。他怎么能爱上别人？怎么能跟别人在一起？我不顾一切想把他从蒋星辰身边抢回来，但他看着我的目光早已没了之前的爱意，只剩下厌恶。我想，只要让他回到我身边，总有一天他会重新爱上我的。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开始疯了一般打压蒋氏，
公司的股东都在阻止我，但我却不打算收手，最后导致沈氏破产。我也被对家公司派来的人打断了腿，我后半辈子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，失去了自己的骄傲和最爱的人。后来蒋星辰来找过我一次，把一张银行卡递给我，说这是爷爷临终前留给他的，当他的嫁妆。他没用，在我最潦倒的时候给了我。他一直都那么善良，确实是我配不上他。如今唯愿他余生幸福快乐，平安顺遂，即使这一切与我无关。见面，在我把监控录像给陈之毅看1个星期后，我跟蒋星辰在圈里好友组的一个局上遇到了陈之毅和林旺。看到我，陈之毅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挽住林旺的手都不自觉收紧。我看在眼里，不觉有些唏嘘。跟林旺结婚那几年，我每次看到陈之毅也是这么草木皆兵。看到我跟蒋星辰手牵着手，众人开始起哄他抱得美人归。周围人见我们在一起，善意祝福的居多。这时有人突然开口，当初他跟我说他喜欢许青瓷的时候，我当时劝他算了，毕竟许青瓷当时的目光只追随着林旺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这么多年竟然真给他追到许青瓷了。这话一出，顿时周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们4个身上。林旺跟陈之毅脸色都难看极了。蒋星辰搂着我，笑着开口：“是啊，多亏他给了我这个机会。”周围的人都跟着笑起来，气氛似乎恢复了之前的融洽。很快，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。我本来对这种游戏没什么兴趣，但所有人都参加。我期待什么？期待我被他伤害得那么深后，还要继续犯贱的喜欢他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林旺，我选择的是真心话，我没必要骗人。要是我对他还有感情，就不会同意跟蒋星辰在一起，毕竟这对蒋星辰来说不公平。他猛然拔高的声音说不可能，把众人给吓了一跳。旁边有人起身劝他，却被林旺一个冷眼劝退。他起身朝我走来，双眸中都是受伤和难过，仿佛被抛弃的那个人是他一样。蒋星辰挡在我面前，林旺，许青瓷现在是我女朋友，你未婚妻在那边，要发疯找她发去。见他想对蒋星辰动手，我神色愤怒地站起身，冷冷看着他。林旺，你还要发疯到什么时候？林旺一脸受伤地看着我，双眸通红，像是要哭出来。许青瓷，你是我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你怎么能喜欢上别人？我嗤笑一声，你都能爱上陈之毅，我就不行吗？还是说在你眼里，我就应该一辈子只爱你一个？林旺连忙摇头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也喜欢你啊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跟之毅解除婚约，我们重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他神色卑微，我心里却没有丝毫波动。无论你跟陈之毅怎么样，我都不可能重新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你就觉得恶心。他的公司要破产的消息，我还是决定去找林旺一趟。时隔半年，再次踏进他的办公室，我心里一片平静。看到我，林旺看起来很高兴，立刻让秘书去准备我喜欢的零食水果。青瓷，快坐，你找我什么事？我在沙发上坐下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对付蒋星辰的公司了，这样对你们都没有好处。两家公司原本有不少合作，最近被林旺这么一折腾，现在几乎已经断绝合作，还成了仇人。林旺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冷声开口，你是为了蒋星辰来的？我点头承认。他开出条件，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，我就放过他。想到林爷爷，我按耐住火气，好言劝他，林旺，继续对付蒋星辰，你的公司也会破产，林氏是林爷爷一手创立的，要是他知道毁在你手里，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。提起林爷爷，林旺神色松动了几分，我正要继续劝，他突然抬眸看向我。爷爷去世之前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们能重新在一起。如果不是林爷爷临终之前给我那张银行卡，又对我说了那些话，我说不定真的会被林旺给骗了。林旺，就算你用林爷爷的临终遗愿来骗我，我也不可能再跟你在一起，因为我早就不爱你了。他的神色变得激动，不爱？你怎么可能不爱我？你答应过要等我一辈子的。他起身，似乎要朝我走来，我连忙起身后退，想跟他拉开距离。可我这个动作似乎激怒了他，他飞快朝我走来。我朝办公室门口跑去，手告应该要在一起一辈子的，不是我不肯放过你，是你喜欢上了别人，想逃离我了。我摇头看着他，如果我不是跟蒋星辰在一起了，而是继续纠缠你，你现在肯定厌恶我到极致，你不是喜欢我，是受不了一直追在你身后的人突然有一天离开，你的自尊心不允许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摇头否认。我浑身都开始紧绷，看着他的目光也带着戒备，不自觉捏紧身后手里紧紧攥着的修眉刀。要是他敢对我做什么，我也不会让他好过。他再度开口，青瓷，假装破产那3个月，我才明白你对我的爱，我也渐渐爱上了你。只是那时候我没发现，现在我知道自己爱的是你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。他眼里都是期待，可我只要想到以后每天醒来都要看到他这张脸，就没来由的厌恶。是的，我对他的感情已经从以前的喜欢变成了厌恶，厌恶到这辈子都不想看到这张脸。好聚好散不好吗？非要在把我伤得那么深之后，又来装深情，让我跟他在一起。我问他打算拿陈之毅怎么办，林旺的神色猛地僵住，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，是我对不起他，我会补偿他。
我冷笑一声，林旺，你真是自私自利，又恶心到了极点。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，更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那样我宁愿去死。林旺不敢置信地抬头看着我，整个人像是雕塑一样僵在原地。我猛地推开他，飞快朝门口跑去。距离门口几步远的地方，办公室的门突然猛地被撞开，蒋星辰神色冰冷站在门口。我愣了一下，下一秒直接被他拽到了身后。林旺追出来，看到蒋星辰后目光冰冷，蒋星辰，不想你公司破产的话，就立刻让开。蒋星辰冷笑了一声，林旺，你以为你能威胁到我吗？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合作公司，现在根本就不怕你。林旺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死死盯着蒋星辰，眼里都是冷意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把许青瓷抢回来。蒋星辰握住我的手，抢，你把许青瓷突然找到我。他神色颓废，脸色苍白，和之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大相径庭。许青瓷，我输给你了，输得一败涂地。对于他现在的结局，我没有丝毫同情，也不想去嘲讽。我从来没想过要赢你，我只是赌他会忘记你。最后赌输了，他苦笑了一下，无论如何都无所谓了。反正我也打算离开他了。我看向他小腹，那你肚子里的孩子？他垂眸低声道。我准备打掉，他没有阻止，说会给我一笔钱补偿我。闻言我心里一沉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见我脸色难看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你应该也猜到了，他现在就是个疯子。不过我跟孩子无论如何也要跟你在一起，你还是小心点。如果他只是单纯的不爱我，我也不会离开他，但他现在要用林氏去对付蒋氏，一旦输了，林氏就会破产。看来他们之间的爱情也不过如此。陈之义看着我，神色淡淡地道，你不需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如果他爱我，就算是吃苦我也愿意陪他，但他不爱我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过苦日子？思索了片刻，我就理解了。对于陈之义来说，现在拿钱离开确实是最好的选择。当天下午，我就搬去蒋星辰家里，毕竟我一个人住确实不安全，万一林旺在我睡觉的时候潜入我家，我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。发现我的焦虑，蒋星辰搂着我跟我说，一切就快结束了，他不会让林旺有机会伤害我。我虽然搬到蒋星辰家，但还是能从监控里看到我家门口的情况。林旺果然去找我了，他在我家门口等了一夜，没等到我这才离开。我连公司都不敢去，整天待在蒋星辰家里。直到半个月后，蒋星辰过来跟我说林氏破产了，林旺也不会再来纠缠我了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林旺想搞垮蒋氏，结果他之前不顾一切跟蒋氏闹翻的行为已经激怒了许多股东，加上林氏的股价一直在跌，许多股